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来学习六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。六腑是指的胆、小肠、胃、大肠、膀胱以及三焦。六腑的主要的生理特点是传化物而不藏。由于六腑的这种以传化饮食物为主要的生理特点，所以有食而不能满，六腑以降为顺，以通为用的说法。所以，如果六腑不通不降，或者是通降太过，都是属于病变状态。下面我们来学习胆、小肠、胃、大肠、膀胱以及三焦，它们的主要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。首先是胆，胆它具有贮藏和排泄胆汁的作用。它主要主决断，胆的功能受到肝的疏泄功能的调控。小肠，它具有受沉化物、泌别清浊的作用。化物是指的消化物，受沉化物是指的小肠接受胃传导下来的消化食糜，同时将食糜中间有营养的氢吸收，把浊降到大肠，这就是泌别清浊的功能。胃具有受纳腐熟水谷的作用，它主要的运动趋势就是降，这个降就是把食糜传向小肠，再由小肠传到大肠变成粪便排出体外的过程，这就是胃气降的功能的体现。大肠具有传导糟粕和造化精液的作用。造化精液是指的把小肠传导来的浊中的水分提取出来，使大便变得干燥，然后把糟粕的大便排出体外，这是大肠的功能。膀胱具有贮藏尿液和排泄尿液的作用。这个贮藏尿液、排泄尿液，它是隶属于肾中阳气的蒸腾气化的功能。所以六腑的功能与五脏关系非常密切，其中胃、小肠和大肠的功能其实是隶属于脾升和胃降的。胆的贮藏和排泄胆汁过程隶属于肝的疏泄功能，而膀胱的贮尿和排尿的功能是隶属于肾阳的温煦的功能。六腑的病理变化又是怎样的呢？比如，当胃出现病变的时候，它的受纳腐熟障碍、胃湿合降就会表现出纳少、胃胀、恶心、呕吐、嗳气、恶离等等胃气上逆的表现。小肠如果不能够受沉化物，就会因为气机失常和泌别清浊失常而出现腹胀、肠鸣、腹痛甚至腹泻的症状。大肠如果传导糟粕、造化精液的功能失常，就会因为造化太过，把水分吸收的太多而引起便秘，或者是水分吸收的太少引起的腹泻或者是腹痛、腹胀的表现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小肠的受沉化物、泌别清浊，以及大肠的传导糟粕、造化精液，实际上就是脾升和胃降的具体的体现。胆的贮藏和排泄胆汁的作用，以及主决断的作用出现异常，就会出现胆汁上泛，而出现口苦黄疸，或者因为不能够主决断而表现出来胆怯易惊。膀胱的储尿排尿的功能出现异常，就会表现出小便的异常，出现尿频、尿急、尿痛和尿闭的症状。以上是我们讲到的胆、小肠、胃、大肠、膀胱这五腑。另外呢，中医还有三焦这个腑，它是指的上焦、中焦和下焦的合称，它是六腑之一。上焦是指的横膈以上的部分，包括心肺和头面，它的主要的功能是上焦如雾。中焦是指的膈以下、脐以上的部位，它主要是指的脾胃、消化系统。它的主要的功能可概括为中焦如瓯。下焦是指的胃以下的部位，大小肠以及肝肾膀胱等等。下焦的主要功能是下焦如肚，它主要有排泄糟粕和尿液的作用。
三焦，也就是上中下三焦，其实是与五脏五腑密切相关，它是通行元气和疏通水道的一个通道。三焦这个腑到底有还是没有，后世的争论非常多，我们不做重点阐述。以上是六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。我们已经给同学们介绍了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。五脏六腑是中医研究的对象，各有不同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跟同学们共同学习五脏六腑的物质基础、气血津液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